如果不将大将的名额限定在10位，那么还有哪些将领达到了大将的标准，能够授予大将军衔？虽然放开了大将的名额，但是我们不讨论已经从军队当中转到政府工作的将领，因为可以授予大将军衔的人就太多了。首先说第一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是许光达，但是达到大将军衔标准的还有张宗逊和王震。先说张宗逊，张宗逊跟随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还担任过毛主席的警卫队队长，所以和毛主席的关系十分亲密。红军时期担任过红12军的军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120师358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这样的资历已经达到了大将的标准。事实上，张宗逊曾经入选过15大将名单当中，也是最后一个被调整为上将。也就是说，如果大将不限定在10人当中，那么张宗逊一定是大将。再说王震，王震在红军时期是红6军团的政委，抗战时期是359旅旅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真的是非常能吃苦。抗日时期率领359旅到南泥湾去开荒，以一己之力养活了党中央。解放战争时期又主动请缨带领第一兵团去新疆，在新疆一边评判一边统战，还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举措为新疆赢得了长久和平，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且他的资历也是达到了大将军衔的标准。再来说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当中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是王树声和陈赓，但是李先念和王洪坤也达到了大将的标准。不过李先念在1955年已经到政府工作，所以就不说他了，就说说王洪坤。王洪坤在红军时期担任红4方面军红4军军长，抗战时期是385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王洪坤的优势是在于他在红军时期担任红4方面军红4军军长，第4军在红4方面军相当于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也就是说王洪坤在红军时期和林彪的地位相当。不过王洪坤的劣势就在于他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立下军功。在抗战时期，王洪坤没有带领385旅建立一个像样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王洪坤并没有在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当中担任过纵队司令和兵团司令，也就没有办法建立军功。接下来再说第3野战军，第3野战军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是粟裕和张云逸，但是谭震林和许世友2个人也达到了大将的标准。不过谭震林和李先念一样，在授衔的时候已经到政府工作，所以这里就不讨论谭震林，就说许世友。许世友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4方面军红4军军长，抗战时期担任385旅副旅长和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许世友的优势就在于他是红4方面军军级干部当中战功最突出的，劣势就是他在陕北的时候受到了开除党籍8个月的处分。虽然在我们看来许世友这是情有可原，但是许世友毕竟是不服从组织决定，并且想要离开陕北，这个就是许世友最大的劣势。然后就是第4野战军，第4野战军当中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是黄克诚、萧劲光和谭政，但是程子华和周纯全2个人也达到了大将的标准。不过程子华在授衔的时候也到政府工作了，那就只说周纯全。周纯全在红军时期是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时期抗大第1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周纯全的优势就在于他在红军时期党内的地位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当时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在10大元帅当中，只有朱老总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彭老总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更别说其他元帅。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当时周纯全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周纯全的劣势就是他深深地打上了张国焘的烙印，因为在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周纯全担任过政治保卫局局长，迫害过很多革命同志，就连徐向前妻子程训轩也是他逮捕的，后来还秘密枪毙了程训轩，所以他当时得罪的人非常多。最后再说华北军区，
华北军区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是罗瑞卿，但是萧克和滕代远也是达到了大将的标准。滕代远在授衔的时候已经到政府工作，是铁道部第一任部长。这里就只说萧克。萧克在红军时期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时期担任120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的优势就是他的资历非常高，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担任的职务已经达到了元帅的标准。不过萧克的劣势就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带领冀热察挺进军站稳脚跟，让萧克在后面一直没有机会带兵。如果大将的名额没有限定在10位的话，那么前面说的这6位将领就是我认为已经达到了大将军衔标准的将领。那么大家认为还有哪些将领达到了大将军衔的标准？